我是全霸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 ALES 版本呢上线了，然后全角色也有一个平衡的修正。基本上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改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以老商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改动对我们老商未来有什么样的改变，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用这个比较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那当然我要提一下，我们都已经知道说中段是统一的了，对吗？才怪！为什么我们老商的不是负3呢？好了，开个玩笑而已。那首先呢是老商的修正。老商的 PVP 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站着的话，连防会打完无效。那这一次的修正就是让老商呢第4下还是可以碰到蹲姿，像这样子。那修正的内容是说，他希望让老商在对手虚弱的时候呢，可以多磨点血，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更有机会磨死人。但问题是，这样还是负13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磨死人的话呢，就踢吧。所以他又给你一个修正，就是他让他可以后退的时候呢，退开的更多。像这样子，那就是躲掉了。又或者说，我们在一些极端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呢，就这样磨到对手，这是他本来的用意吧。但事实上，我就觉得这你就给了一个半套，因为并不是所有角色他们都没办法确反，尤其是很多时候对手是有大绝的，例如龙，他只要还有仪器的话呢，那 SA 就可以确反。那有些角色也不需要用到大绝，他就一定可以确反。所以这感觉就是只让你就是在最终磨血使用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微微的 buff 了，就他只给了半套而已。我们要给半套呢，目前呢我们只能晋升第1下取消。那如果他真的想要给的话，他其实可以给我们到第3下去做取消，这样子可以给的比较完整一些，让老商呢把对手打虚弱以后呢，还可以得到一些奖赏。反正老商在平时的时候呢，对方虚弱我们就是没什么好磨血，所以在对手快死掉的时候，我们收血能力稍微强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可以给一下吧。然后另外一个改动是他的斜下重脚，他把他的斗击宽呢再往上缩一点，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低打点的攻击，他都在第5伏后可以躲过。那记得是第5伏，我们的下半身的判定框才会消失。第5伏第5伏的概念就是我们基本上是要先出来了以后才可以躲得掉。但是如果是那种压起身的那个在第5伏之前就压到你的，那就没办法了。它并不是完全的对下段无。大家听起来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也是一种，好像不无小补那种微微的 buff 吧。但是经过了这1-2天的这个沉淀以后呢，发现到它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呢，好像是有点帮助。例如打夏亚特，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逮他的上气功的话，他有动作的时候，我们下重脚是可以打到的。同样的位置上面呢，如果他使用的是下气功的话呢，当然我是不可能可以打掉的。但这个斜下重脚的修正以后呢，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这样。他把他的判定框往上拉了以后，刚好拉到可以躲掉扎加特的下气功，所以这样子一提起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在某些对局上面来讲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至少让知道的对手呢，他们有吓阻的作用。那详细的话，我们就在后面的角色的部分，我们再去做这些事情。那首先是陆克这个远重手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只要控制好在尖端位置，至少都负4。那最完美的话可以打到负3。大部分的时候呢，陆克他们在立回的时候呢，他们如果想要主动去攻击，现在基本上是都这样。那真的他要拼这个重手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在买保险，都是用气功了。在立回上的好处就是这个取消动作可以掩护反转重手的进入，对吧？而且反转重手在这次加强以后呢，它是贴得很近的，
更容易摔人。那唯一会让我想到说它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是在角落的话呢，它可以让你多去尽量用这个反转轻手。这样子的话就可能比较合理了。那这个只是后走插合，这个还比较好讲，因为现在这一版这个反转轻手在角落的时候连段伤害变大了。当然啦，还是一样气功买保险，还是一样是比较方便的，比较万能的。但如果今天你愿意，你稍微承担一下风险，毕竟在角落你距离很好算哦，你把它自己扣到负4、负3哦这种位置，你敢做这件事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的回馈。这是我唯一尽量去想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的理由。那陆客玩家就自己评估吧。那对于老商方来讲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还有一点是，它反转轻手现在在场中的压制改变，它现在盖不了头了。然后它不花资源的压制呢也改变了，那变成说它单纯的只要前就可以压起身，也可以用体感的重脚来压。这个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杰米他这一次呢有一个改动，就是他的下倾角的回馈变高，那配合的绿冲呢，它可以做出一些连段。那这个在力回上面呢会产生什么变化呢？就是过往呢跟杰米力回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预判，然后来抓他的突击。但是呢，他如果用了绿冲下倾角呢，除了刚刚看到连段以外呢，因为他的下倾角硬直就比较短，所以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又增加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下中角的距离变远了。那这个下中角变远是很好理解的，它为了要让杰米的绿冲下倾角可以更稳定一点，可以接到它。那自然而然，杰米的下中角变远的话，在力回上面就变成我们要更小心它的下段。然后还有就是，当杰米他喝满酒的时候，他会多了一个前重脚头锤的动作。那以前呢，在这2下中间呢，其实只要你有准备好，挡到了这个前重脚呢，你只要注意数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如果杰米他是用最速的输入的话呢，我们中间没办法插招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换句话说，也就是杰米喝4酒以后呢，他硬上的能力变高了。再来是马农的重脚，在这个老伤摸不到的位置，马农重脚可以摸到，而这个地方大概就是马农的尖端。可是在这个尖端的位置现在被弱化，就是详细的原理不多说，简单讲就是在这个尖端的地方，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走，变得后走更容易走掉。但是呢，在非尖端的地方我们还是走不掉的，因为老伤的走速太慢了，所以我们的许可范围比较小。那再来一个是不是马农问题，是我们老伤的改变而导致的情况。那这个东西并不会影响对决，只是说跟大家提，马农如果他凹 SAE 的时候我们的3HK 是可以躲掉的。那这个东西呢，就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就觉得有趣。那金伯利的改动主要是它连段的回馈变大了，那其余的内容没有改变，也就是老伤在角落会死更快。再来是玛丽莎，玛丽莎的重脚呢，它因为非常的远，所以说往往玛丽莎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使用，那就会导致说很多的角色其实是摸不到它的。那现在改动则是让玛丽莎的斗击框呢再往前变大一点，所以就是让他比较有机会受到惩罚。那原则上以老伤的攻击距离来讲只要你有准备好，他挥空了，基本上我们都会打得到。再来是玛丽莎，以老伤的战中手跟战轻脚，
实玛丽莎她的下中角距离是不错的。现在玛丽莎的下中角呢，它的回馈有利符变多了。那这个有利符一变多呢，就变成什么事？它也可以跟其他下中角没办法取消的角色一样，用木鸦来连贯，而且回馈呢也不错。就老丈母有时候遇到一些下盘比较弱的或者走路比较深的对手呢，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进入。那玛丽莎现在也可以用这样的战术，就是他这个前中手现在变快了，所以说他可以做出来这样的行为。我感觉我花资源，他打的还比我痛。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子，他这个也是很容易可以带到大局。那如果刚刚的 TC 平常他用来就是方便压起身用的，那现在他可以改。所以说，在这个力回上面呢，玛丽莎多了一个新的战术。那针对下段的这种东西啊，本来在力回上面就很影响，因为会影响我们走路的空间。然后再来是这次的版本 buff 很多的莉莉，其中一个就是它的 OD 撞呢，现在有2种距离。本来它的 OD 撞呢是可以撞这样的距离，直接到中间的出现。然后现在多了一个短板，是变短。然后再来是 OD 版本。是旧的位置，这个是增加了一个短的。这个短的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在力回上面影响不太大。不然莉莉如果在这种位置，如果它直接撞的话，是有可能会被 carry 到。那如果短板的话，当然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啦，因为毕竟缴2气来骗这个有点不划算，所以这只是这边提一提的。那主要它对于莉莉比较好的还是在打中后的回馈，那这个对老商来讲是威胁性是也蛮大的啦。相信所有的老商应该都有遇过莉莉这样子做，这样的压起身。而这个压起身对于莉莉来讲，它是只有在没上风的状态的 OD 状态可以。那如果是旧版的话呢，在这边它用这个 OD 撞，距离会太远，不只是距离远，它的还太早，完全搭不起来。那如果它这边改成用短的 OD 撞，也就是新的这个增加的这种，它就压制上就变得比较简单了。所以这个东西相对来老商来讲，就是在场中如果我们力回输的话，或者是不小心猜错的话，压力会更大。那再来是莉莉它的空差，就是它可以撞2次，这个东西也变成该不该确反，也会让人家迟疑。以前莉莉如果他在这边改硬偷这一招的话，基本上是很容易会被确反的。知道怎么确反的人，他是很好确反。可是现在他变成说，他可以选择一次消耗2个再撞1次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确反上面我们就会变成迟疑一下。未来也会有很多的莉莉，也许他们有上过风了以后呢，就开始会很大胆的做这种举动，好，一旦没撞到，他就选择再撞1次。那同时呢，这个动作呢，也是会增加莉莉在场中的回馈。以前莉莉在场中的回馈呢，基本上是很有限的。如果他不接大局，基本上是不会有太痛的事情发生。那如果让他拿到3分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口气就喷了4000。可以说这个对决呢，一定程度上会变得更不好打。那这一批呢，基本上是有 nerf 也有 buff， 就是它可能在角落上面的压制就会变得比较没那么的大。为什么？因为它现在这个摔啊变推开来了。这个推开来有什么差别呢？过往这样子你折到以后呢，这边打到，他会用重手去接。可是现在因为这个推开来以后，刚刚好距离就是不让这一批重手给碰到，是蛮故意的啦。一回上呢，可能会比较影响的是，它上了裂缝以后的威胁性更大。以前的这一批呢，它是很受限在这个裂缝它喷出的时间。所以如果他想要用拳脚拿到力回的话，他基本上是要等待一下这个裂缝的时间，然后才可以有一些大回馈。那现在差别就是，他现在不需要再等了，他直接就可以主动的去爆这个裂缝，
那这些力回上面的话，就是它这一批它可能时间会更自由一点。那再来是这一批它这个万恶的下中手，现在把它判定呢变得比较大了，所以它现在出的风险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小，它也要承担到一些被插合的危险。那当然，这个在力回上面是一定会有所影响的。那朱莉呢，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它的前重手。虽然说它有其他的东西的 buff， 但是对于老商来讲，我们更在意是它的前重手。它前重手现在呢是说它的硬值变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回空的话呢，更容易可以打到插合。但是事实上，我就知道这个攻击你要回空也不太容易。当你在僵持处的时候，你往往看人家动，你要点他，好像都是发生这种事情。明明是正常的想要打插的，就他这个攻击实在太强，应该对朱莉来讲没有影响太大，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打空的攻击。然后是 DJ 的抽奖下重手啊，增加了他容易被插合的机会。那下中手的硬值变大了。除了一些什么机关枪等等，那个是 JP 它本身的回馈变高以外呢，当中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一整套动作变快。那这个动作它主要是想要强化一下比较少人用的动作，因为以前呢大概都是直接派生到这边，啊，或者是干脆就不动来骗人。那现在是说让它这个往前速度变快一点，然后在往前速度变快，往后速度也变快。那在这两个变快之外呢，它还做一个事情，就是可以在这边再重新派生一次。那以前的话，最多就到这里了，就没有在别的动作了。那如果是 OD 版的话，移动就非常快，就像这样子。在力回的时候，很多时候是 OD 气功开头，那它呢就有可能这样。那如果现在说它连后推都可以再派生的话，那它整个节奏就可以再往后拉了，就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攻击是不一定是拿来做连段或压制死，甚至我觉得在力回上面它也可以拿来做一个欺骗对手的行为。切咪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增加它的回馈或者连段稳定度当中，有一个可能我们老商会有比较可以注意的点是，它现在呢，如果它空插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呢，画面会震动，是正常的情况下，明显的画面就震动了这一下。无论是挡住或打中，只要它是打到最低点，它会用震动的画面来告诉操作者呢，你现在打到的是最有利的点。那相对对于我们老商方来讲，就是当我们挡到这个震动的点，千万要注意。这龙对于老商玩家来讲说，龙最重要的改动是它的前重手。平常我们在跟龙周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被它的前重手破坏掉了我们的力回，而且它也会破坏掉我们的重拳。所以龙的前重手基本上是一个很容易把对手给黏住的一个动作。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要在尖端的地方呢，更容易被后肘走掉。那如果你今天是在它的范围的话，还是一样会是被黏住。所以它就是让我们在打尖端的时候呢，龙的前重手呢就不容易锁到对手。那另外一个改动则是弹中手现在挥空的风险呢变大了，所以就让它更容易被插合到。那跟本田打的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啊，也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强化百列掌 ，OD 版本挡住是正的，然后整体消动力槽变多。怪兽它在力回上面有一个东西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站中脚现在回馈变很高。那这个有什么差呢？就是我们老商啊，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用动手这样硬上的时候，过去对于布兰卡来讲，它就是可能就是要打你下段，然后或者是说用下中手。那这个下中手啊或下段啊，基本上它如果布兰卡它想要有大一点的回馈的话，都要花资源。那他现在改成用这个中脚去拦截的话呢？
那再来是他的下重手，过去他的下重手呢，他的回馈只建立在就是如果他今天打到插盒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安全跳。那可是呢，以前的问题是他如果主动攻击啊，打到了阶级的话，也没有什么回馈。那现在改说，如果他主动去攻击人，然后打到了阶级，对手是会倒地。所以布兰卡在立回的时候呢，他主动攻击拿到的回馈更好。再来呢是怪兽的娃娃，其实呢我们常常会处于1打2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算打到了布兰卡呢，也会被娃娃给牵制或者束缚你的一些连段的选择。但现在的话，如果怪兽的娃娃发动，然后我们先打到本体，怪兽的娃娃就会消失，像这样，就不会再变成1打2的状态。当中呢很有名的 SAE 是一样，过去呢这个会飞过来掩护它，导致我们在惩罚 SAE 的话，就变成说还需要一些对策。但现在不用了，现在没那么复杂了，只要你看到它在娃娃情况下有启动，一律前跳，只要你打到了布兰卡，娃娃就消失了。那还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用低反的撞到它的话呢，娃娃也会消失。再来是怪兽，它有特殊的移动技。那现在这个移动技呢是躲不了摔的，比较单纯的情况上就是像这个样子。过往它这个打摔折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摔嘛。那现在它如果要用移动技的话，它就要承担这个我们解摔同时摔到它的风险。那这个动作还有什么影响呢？首先一个情境就是，当我们完美配的时候呢，正常来讲我们是会优先防备说被摔到角落。但是怪兽呢，在过去呢，它在这边，它除了前跳以外，还有多一个选择，就是它可以用它的移动技，类似这样的情况。现在摔可以摔得到它移动技的话呢，那就它有可能反被解摔给摔到。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再来是凯尔，凯尔在立回上面多了一个武器，就是那现在他 OD 版本也可以决定说是要在原地呢，还是说往前移动。那这对于凯尔来讲的话，就是在立回上呢去使用这个东西。他在跟我们打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太会想要去离开这个风的。那在立回上面呢，他就多了一个让自己自由的方式。他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然后掩护自己进攻。然后再来是他的下重手是可以取消的。可是会讲说，那关我们老伤什么事情？其实呢，它真正影响的事情是对空。它可以取消，它代表的时候，它对空的话多了更好的回馈。它如果对空对到的是低点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做出取消。如果再配合的刚刚前面讲的东西，那是不是它的对空回馈变得很强？但对于说我们跳路如果失败的话呢，惩罚会变得比较重一些。但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基本上他手举起来以后就不能够取消了。所以说我们的处理方法的话，就是我们要提早出攻。例如老伤的跳中脚，如果他想要等低点的话，基本上等不到了，因为他就会被对到。所以他要对空的话，必须要提早出，那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发出气功。然后再来是这个东西的对策，本来就是空跳，掌握好位置以后呢，这个空跳板就打不到。那这个东西本来的弱点就是它怕我们的距离控制。那如果你距离没掌控好，就会发生刚刚的所有事情。主要就是这样子。那可能对决还是没有改变，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搬运跟连段的伤害都更高了，所以说我们容错率更小。那再来是春丽，
春丽这一次的 buff 呢，确实会影响到老伤跟他的力回。过去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我们基本上春丽也就是气功在控制而已，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也不会有什么威胁性。但他现在多了一个反转倾角，等于说他在这种距离的时候，他还可以做这种突击。然后你们也看到了，虽然说是负5，可是在这种位置上面你是不会被确反。然后老伤远距离很依赖的重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没办法发挥作用，他是扛不住的。在力回上面的时候，老伤也要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把它比照是打将军或者打泰瑞、打杰米一样，要防备这个突击技。当他随时有可能就会来一个临时的抽奖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放入一些垂直跳。再来是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看到后你再按 DI 也来得及反应的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要盯他的脚离地所以说如果你盯得太死的话，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可能就是垂直跳跟 DI 都要适当的就是交错的放到里面。再来是阿三阿三这次的改动呢，我们一样不管他的连段的部分，我们更重要的是他的力回，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力回上面老伤吃亏的对决，那现在他的力回上面又增加了一个让老伤困扰的东西。过往的时候呢，他如果出的是中手，那中手的话呢，我们可以应对方式是跟他一起硬扛，或者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用插合。还有就是当时讲的，如果你用预判的也是。在同样差不多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有一个是站中脚。那站中脚一样就是插合，或者是你要预判的膝盖也是可以的。当然其他的拳脚也就不用一一的赘述了。在这样的位置上面呢，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了，它还多了一个吐火。那吐火的话就不用讲了，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插合的。DI 也不可能过去。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唯一可以处理的就是看到他动作的时候跳入而已，或者说 SA2。虽然说他多了一个选择，避免他被插合或者被人家硬碰硬。那如果阿三真的去使用它的话，相对的我们也得到了更多的跳入机会。那就是可能以后打阿三的时候呢，力回部分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拉希德在力回上面会有影响的部分，就是他的对空能力变好。因为以前的拉希德对空是用重的，那这个比较窄，就变成说我们跳进去呢，如果不动攻击，他很难达到。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拉希德是宁可选择用下中手对攻，但下重手毕竟没有无敌。这部分来讲呢，就是他一个对空上的缺陷。他的中旋风现在也有对空无敌的判定，所以在这个距离呢，拉希德就可以考虑使用中旋风。所以垂直跳呢，他也可以打得到。毕竟他是第6伏才无敌所以说呢，没有到非常非常强势。再来是拉希德的 OD 气功，现在按住以后可以派生。以前的 OD 气功呢，就算他按住了，基本上你只要看到气功跳，不太能做什么。那导致这个 OD 气功更多都是为了要掩护 SA2 居多啦。但是他现在是可以派生。详细的开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或者以后压制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不知道。但是可想而知，就是这个垂直跳在这个时候呢，就变成是会被对侧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那阿鬼的力回形状没有改变，重点就是他的毒爆更强了，轻攻击更黏人的，老伤死更快了。ED 的下中脚现在基本上他对中支是很难打中的。一定要靠到一个程度，它才会打中。那外加上它硬值也增加，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下段的攻击会变得更好插合。然后再来是会往前走一步的下重脚。那因为它会往前走一步，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挥空的拳脚。
因此它如果落空的话呢，它加大了它的应力。那等于说它必须要在正确的范围使用。那我们就是如果走到范围内，然后我们挡住了攻击呢，它现在就变成-6，以前是-4。以前-4的话，我们顶多就是只能一个轻攻击而已，不能做什么确实的惩罚。但如果我们真的走进去了，然后他没有做好的话，就用下轻手。那下轻手的话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求一个稳定的确反。甚至他如果更近的话，也可以用指令。虽然说它多了一个新的连段，就是它这个下重脚可以带到 T4，然后再接连段。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如果你只要能够挡到他的下重脚，他的 TC 啊就只能停在这边，他没办法再做取消。好鬼呢，好鬼的战中手，那除了压制人以外呢，他在中远距离，他如果使用的话呢，更多都是用来就是拉走别人对气功的注意力大概就是会像这样子，然后拉走你的注意力，因为我们老伤会穿气功。它在修改前呢，它的整体符其实是在20符以内，是很快的拳脚。它现在已经变成到22符，然后再加上它一些判定格的修正啊，基本上它是尽量让它处于一个就是至少可以看到跟他一起按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可以跟他插。那但是所有好鬼玩家哀嚎的就是他们的下中脚啊，可以得到的回馈变小了。基本上以前他们都随便可以抽这个东西。但现在如果他打到了是没有连段的，虽然说呢，如果他可以插合得到啊，还是可以接。但是他既然都打插合的话，应该不太会去选下中脚。他不止这个东西啊，他其他的绿冲连段也被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也打不到了，打不到了。那好鬼的蓄力气功呢，也得到了强化，他的蓄力变快了，然后打到的有力符也变更多了，从2段变4段。大概就这种感觉 ，OD 会更快。那当然，这也让好鬼他的连段会变得很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力回阶段啊，让他蓄力到了，那他就有一波进攻的机会。当然，他的角落的压制力也会变强。那他的蓄力气功呢，在运用上面不只是连段啊，那在力回的时候呢，他也会创造一些机会。那再来将军这次改动最大是那个炸弹嘛，可是这对我们的力回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会影响力回问当中呢，可能就是恶魔倒转。恶魔倒转的话，骗我们对空，不太会这么做。你通常要么是空对空。就正常来讲，我们就用后重手，但他飞到后面呢，后重手就变头锤，这样可以处理一些距离的恶魔倒转。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跟过去是差不多的。艾瑞的下中手呢，它一样就是把它变得稍微大一点点。如果你有努力的去插合它的话呢，比较容易可以插合。再来则是呢，基本上不是泰瑞的问题，是我们老商这次改版带来的。过往泰瑞的氢气功能，我们本来知道那个是本来就低打点的攻击，所以本来就是可以躲过的。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泰瑞是远距离用氢气功，然后近距离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混搭的中气功。那中气功就不是低打点，所以我们会过不去。但斜下重脚的受击框往上提，所以说现在就有机会做这种事。这个基本上也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现在除了一个弹重手的方式，增加一个高风险，但是可以同时应对2种气功的斜下重脚。至于 OD 气功呢，因为泰瑞这个缩得很快啊，所以机会打到，所以你要贴到那么近。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东西本来就远。
再来是蓄力扇子，蓄力扇子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你都知道轻的蓄力扇子老伤是会被粘住，类似这样子。那现在呢，它的轨迹其实有改变哦，所以说我们只要先蹲下再后走就可以离开，像这样。可是如果你是用 parry 啊，基本上你还是会被卡住。因为 parry 会是属于一种站姿的姿态，在这边如果你动力槽还很健康的话，建议就是直接后走掉。再来是中的，中的话呢，它的高度高到我们用站姿走都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用 parry 就可以走得掉了。重的那就更高。但同时我这边也发现到一个问题了，我们为了要躲扇子而后走走得特别深，然后那个扇子变得好像是在追杀我们一样，大家仔细感受一下。我走掉了，可是这扇子却跟着追过来，所以它的轨迹变成是，它虽然往上变高了，可是它的范围却更大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虽然躲掉了，可是其实也是被它给限制住了。那在这个版本的一个对策哈，就是如果你今天呢被他的重龙岩舞打到连段，他丢蓄力扇子是可以撞的。以前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撞回来，现在不能。就连他如果改接生龙岩一样，只要原地不要后起，就可以来得及撞他。但是如果是有火的状态啊，还是要尊重哦。那再来是欧弟扇子，欧弟扇子现在他打完第一下以后呢，他的印子变大。例如说他扇子会往前走，如果他没有估好距离的话，我们可以用指令头确保。但这个是非常近的情况才有可能。但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阻止的动作。那基本上呢，还是用原来的主要对策，就是我们先点了一下再 parry， 点一下注意它 parry， 这样子还是一样可以用的。包含连有火的版本呢，它的印子也受到了影响。基本上，这原来普通欧弟扇子的对策也可以对它死，这样子。那再一次会影响到力回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龙岩舞范围变大，那这个也是让步骤更有特色了。不过好在是这个还可以做插合，它不会说哦，因为它是活的东西，然后就整个就没有，它还是会让你可以插合到，只是说它更容易碰到你啊。如果它挥控的话，还是会受到惩罚。至少这一点还是做得很好。那艾莲娜的改动呢，都跟老伤的力回没有关系，所以就是以前怎么打，现在就一样的打法。再来是沙加特，沙加特现在就是下中手呢，挥空的印子变大。那再来另外一个的影响呢，跟沙加特有关，也是我们老伤，他的地气功现在老伤也可以用斜下重脚。那欧弟气功非常的快，如果要挑战它的话，有点不太现实。但是你要说的话，你用预判的是可以的，但太毒了。那上气功呢，没办法的，一样用下重脚。然后也许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哦，因为它的前倾角刚好也会被躲过，但是这个要非常巧合，因为正常来说，你看到前倾角在动，其实来不及的，所以这只是有可能会发生而已。那至于前重脚，因为你是蹲着，所以说如果你晚按的话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太早按的话，也是会被打掉，像这样。乌蛇呢，它现在有一个地方，就是本来它以前是破绽的地方，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它这个动手取消。以前在直播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如果他重手取消还敢继续按，就是在哈梅你，因为以前这个重手取消啊，它只有加减，以前是这样用完以后，你马上速点可以给他拼相杀，他根本没办法再继续念。但现在呢，它变正的了，所以说速点的话会输他。那再来是调整，是希望说让他这个下中手啊有更多应用的时间，
所以把他的攻击持续加长了，然后让他后缩了，所以说就让他变得好阶级，然后好插合。毕竟是老伤啊，所以说我们拳脚上面还是比他强很多，所以应该不会太影响。OK， 那再来是他的这次的强化上，让大家觉得最可怕就是他的空中火腿，实际上应该讲说是他的低空火变成正的了。当然说反面还是一样是加减力，可是这个落地变正的以后呢，威胁性就变很大，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逃过力回的一个手段。那说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用重手来阻止，它有各种的高度跟地面的版本会混淆你的节奏，所以这个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再来是 ZE 呢，现在终于就是对上方有判定，就是它的画面跟判定终于是比较相符的。以前呢，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用垂直跳躲过，现在不行。那至于它 SAE 的强化又增加了什么，这个就可能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更新的文件，因为这个部分是属于毒蛇它自己的回馈，跟力回不太会影响。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一次的改动呢，这个版本呢，目前呢短时间的看法。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在下面呢一起分享，或者说我有什么东西没有讲到的，或者我讲错的，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交流啊。如果你觉得这影片还不错的话呢，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吧。啊，谢谢。影片结束咯，谢谢你看我的影片，希望你还喜欢，下次见咯。